上了年纪后，您是不是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无奈？夜尿频繁，一晚上折腾好几次，好不容易躺回床上，睡眠质量却变得极差，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很多人觉得这就是老了的自然现象，只能无奈地熬着。但您可能不知道，哪怕是身价1000亿的香港首富，在岁月这把无情的刻刀面前，也曾面临过同样的困扰。而他的私人医生给出的破局秘方，不是什么天价的冬虫夏草，也不是昂贵的进口仪器，而是咱们老百姓菜市场里几块钱就能买到的一样东西——地瓜。听到这，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1000亿富豪靠吃地瓜养生，其实这恰恰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今天我们不聊遥不可及的商业帝国，只聊咱们普通人最关心的健康。我们将深度拆解这份由顶级私人医生开出的地瓜石疗法。原来这小小一块地瓜里，不仅藏着解决夜尿安稳睡眠的科学依据，更藏着这位9旬长者一生的保养密码。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那些让人备受折磨的深夜。对于很多过了50岁、60岁的朋友来说，夜晚的卧室往往不是休息的港湾，而是一个让人焦虑的战场。晚上11点入睡，凌晨2点多，膀胱传来的隐隐憋胀感就会准时把你叫醒。你披上衣服，小心翼翼地走向卫生间，生怕吵醒老伴。等你重新回到温暖的被窝时，大脑却像是一台突然通了电的机器，开始不受控制的运转。你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车声，看着天花板，心里越是着急想睡，眼睛就越是清醒。这种夜尿多睡不着的痛苦，最大的折磨还不在于身体的疲惫，而在于一种深深的失控感。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身体是自己的，想熬夜就熬夜，倒头就能睡。但老了之后，你突然发现身体不再听从大脑的指挥了。在这个问题上，时间是绝对公平的。无论你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还是住在半山别墅里的顶级富豪，到了这个年纪，前列腺的退化、肾气的衰弱、神经系统的敏感，都是不可避免的生理规律。一张价值100万的定制床垫，或者一套恒温恒湿的静音空调系统，并不能帮你挡住凌晨3点的尿意。面对这种身体的衰退，很多人，包括很多有钱人，第一反应是对抗。他们开始疯狂地寻找外部的帮助，吃各种褪黑素、安眠药，买昂贵的保健品，甚至去尝试各种未经证实的天价抗衰老疗程。他们把前半生在商海或职场上花钱解决问题的逻辑生硬地搬到了自己的身体上。但这位华人首富的私人医生却给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建议。在仔细评估了老人的身体状况后，医生没有开出任何猛药，只是在日常的饮食建议中轻轻加上了一笔：每日饮食中增加适量的地瓜，并严格遵循3种特定的搭配吃法。这听起来很反常识，但背后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医学和生命逻辑。上了年纪的人，脾胃消化功能减弱，气血运行变慢。这时候如果盲目进补各种高营养、难消化的珍贵食材，反而会加重肠胃和肝肾的负担。中医常讲，胃不和则卧不安。肠胃里积攒了消化不掉的负担，气血全堵在肚子里，虚火上炎，人怎么可能睡得踏实？而肾脏为了排解这些多余的负担，只能在夜间加班加点工作，这就直接导致了夜尿的频繁。地瓜这种在物质匮乏年代用来救命的粗粮，恰恰是清理这种身体坏账的最佳工具。它富含极高的膳食纤维，性质温和，能不动声色地促进肠道蠕动，帮身体把多余的垃圾排出去，同时
它的饱腹感强，升糖指数相对于精米白面更加平稳，能够让身体在夜间保持一个平稳的代谢状态，从而大大减轻了肾脏的夜间负担，安抚了焦躁的神经。可以说，吃地瓜不是为了补，而是为了通；不是为了对抗衰老，而是为了顺应身体的节奏。普通的食物想要发挥出不普通的效果，就不能随便乱吃。地瓜虽然好，如果吃不对，不仅不能改善夜尿和睡眠，反而会引发反酸、胀气等一系列新的肠胃问题。那么，地瓜究竟要搭配哪3种特定的吃法，才能真正发挥出调理脾胃、安神助眠的神奇功效？医生又反复叮嘱了哪3大绝对不能碰的吃地瓜禁忌？强烈建议您点个赞，把视频收藏起来，或者在评论区打出健康2个字。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份首富级别的平民养生指南，绝对能帮您和家人少走很多弯路。真正懂养生的人都知道，食材只是基础，怎么吃，往往比吃什么更重要。为了让地瓜真正发挥出调理脾胃、安抚神经的功效，这位私人医生特别针对老年人的体质，搭配了3种特定的吃法。这3种吃法里，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却藏着最深刻的身体保养密码，也映射出那位9旬老者顺应自然、不瞎折腾的生活哲学。第1种吃法，隔水清蒸，守住原味与底线。很多老年人为了追求口感，喜欢把地瓜熬成甜汤，甚至油炸。但在私人医生的食谱里，最推荐的首选做法就是最简单的隔水清蒸，把表面洗净，不用去皮，等吃的时候再剥，直接放在蒸锅里用热蒸汽慢慢焖熟。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隔水清蒸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地瓜中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没有额外增加1滴油、1粒糖。原味的地瓜进入肠胃后，性质温和，能像一把柔软的刷子，慢慢清理肠道里积攒的代谢物。这就像是那位华人首富一贯的作风，在最核心的资产上永远不加多余的杠杆。养生也是一样，保留食物的原味，就是守住身体的底线，不给肠胃增加额外的消化负担，身体的气血就不需要全部集中在胃部去超负荷工作。肠胃轻松了，人躺在床上自然就不会觉得胸口发闷、腹部胀气，入睡的过程也就变得水到渠成。第2种吃法，搭配小米与山药温润慢熬，将地瓜切成小块，搭配小米和山药，用小火慢熬成粥。这不仅是一道美味的晚餐，更是一剂温和的安神汤。上了年纪之后，之所以夜尿频繁，往往是因为脾肾两虚，身体里的水分失去了固摄的约束。而小米自古以来就是健脾和胃、安眠敛汗的佳品，山药则是出了名的补气固肾好帮手。将这3者放在一起慢熬，地瓜的粗纤维促消化，小米的温润养胃气，山药的绵密固肾精。一碗温热的地瓜杂粮粥喝下去，脾胃得到了滋养，肾脏有了底气，夜里自然就不需要频繁的起夜去排解多余的水分。这里的精髓在于一个慢字，一锅好粥是熬出来的，一个好身体也是慢慢养出来的。年纪大了，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的去吃猛药，用时间去文火慢炖，让食材相互融合，取长补短。这既是饮食搭配的智慧，更是人生进入下半场后应有的从容。第3种吃法，替代部分晚餐主食，聪明的做减法。很多老朋友睡眠质量差，其实是因为晚餐吃了一大碗白米饭或者1碗白面条。这些精细碳水化合物进入体内后，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快速飙升，然后再迅速回落。夜间血糖的这种剧烈波动，会让大脑产生一种遇到危险或感到饥饿的错觉，
从而分泌出让人清醒的激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半夜总是突然惊醒，然后很难再次入睡的根本原因。而地瓜属于复合型碳水化合物，它的升糖指数相对平缓。用一块拳头大小的地瓜代替晚餐的那碗白米饭，能够让您在整个漫长的夜晚保持血糖的平稳，身体没有了过山车般的波动，神经系统就能得到真正的放松，高质量的深度睡眠自然就会降临。学会做减法，是岁月赋予我们的智慧，减少精细主食的摄入，减少不必要的应酬，减少对儿女琐事的过度操心，把多余的包袱卸下，身体才能轻装上阵。仅仅是一块几块钱的地瓜，通过清蒸保留原味，搭配杂粮慢熬，替代精细主食这3种吃法，就能巧妙地化解夜尿和失眠2大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瓜就是百无禁忌的神仙药。私人医生在给出食谱的同时，也格外严肃地画出了3道绝对不能碰的红线。这不仅是对脆弱肠胃的保护，如果我们细细品味，这3大饮食禁忌，恰恰也是中老年人步入人生下半场后必须牢记的避嫌指南。第1大禁忌，切忌空腹大量食用，永远要给自己留一块缓冲垫。很多老朋友早晨起床后，或者下午肚子饿的时候，习惯抓起一块烤地瓜或者蒸地瓜直接空腹吃。在私人医生看来，这恰恰是大忌。为什么呢？因为地瓜中含有较高的糖分和一种叫做氧化酶的物质。当我们在完全空腹的状态下吃下地瓜，它会迅速刺激胃壁，分泌出大量的胃酸。对于上了年纪、胃黏膜本来就比较薄弱的人来说，这些多余的胃酸不仅会让人感到烧心、反酸，甚至会直接逆流到食管，引发强烈的灼痛感。原本是为了调理脾胃、改善睡眠，结果却因为空腹食用，反倒折腾得整夜难受。第2大禁忌，切忌贪多过量，懂得留有余地才是真正的高级。中医常说过犹不及，地瓜里的粗纤维和氧化酶，如果在肠胃里堆积过多，就会在消化过程中产生大量的2氧化碳气体。吃得太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腹部严重胀气，不停地打嗝排气，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肚子里像揣了个蛤蟆。到了晚上，肚子胀得像个皮球，翻来覆去，原本可以安睡的夜晚又被彻底毁了。这种吃多了撑出病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简直太常见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华人首富一生都在践行克制2字。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不难，难的是面对好东西时，依然能够管得住自己，懂得适可而止。在养生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多多益善这4个字。吃饭吃个7分饱，给肠胃留出3分消化蠕动的空间，管儿女的事情管个7分，给彼此留出3分喘息的自由。不贪婪，不过度，不把最后一口吃尽，让身体和精神都保持一种轻盈的微饥饿感，您反而会发现晚年的生活变得无比通透和顺畅。第3大禁忌，坚决不碰带有黑斑的地瓜，对毒素实行零容忍。很多老一辈人觉得把坏掉的那一块切掉，剩下的部分依然可以煮着吃。私人医生在这里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绝对不行。这种黑斑并不是普通的磕碰，而是一种名为黑斑病菌的毒素污染。这种毒素不仅极其顽固，无论是用水煮还是用火烤，都无法将其破坏，而且它对人体肝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吃下哪怕一点点被这种毒素感染的地瓜，不仅起不到任何养生作用，反而会引起恶心、呕吐、发热，甚至更严重的脏器衰竭。真正的节俭
是从不浪费一粒好粮食，但真正的智慧是绝不把一块带有毒素的食物送进嘴里。很多人就像舍不得扔掉那块坏地瓜一样，总是想着忍一忍就算了，凑合着过吧。殊不知，这些坏情绪、坏习惯和坏关系，就像黑斑病菌一样，会在暗中一点点吞噬掉您仅存的健康和快乐。失去的钱财可以再攒，但身体的底子一旦被这些毒素彻底破坏，就再也补不回来了。把带有黑斑的地瓜果断扔进垃圾桶，把生命中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果断请出你的生活圈，清理掉这些隐患，您才能拥有一副干净的肠胃和一颗能够在深夜安然入眠的清净心。那么，当我们排除了这些饮食上的禁忌，清理了生活中的毒素后，真正的好睡眠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难道仅仅依靠几块地瓜就能高枕无忧吗？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这位首富极度规律的真实生活，去探寻高质量睡眠背后那个最深层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心灵密码。很多老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饮食很清淡，粗粮也吃了，为什么到了晚上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饼，怎么也睡不踏实呢？这就触及到了睡眠问题的另一个核心。生理上的消化不良可以用地瓜来调理，但心理上的消化不良又该拿什么来化解？我们常常低估了情绪对身体的破坏力。对于很多步入中老年的朋友来说，深夜2、3点的清醒，往往不是因为肚子饿，也不是因为憋尿，而是因为大脑在不受控制的反刍。您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儿女们不顺心的工作，想起孙辈的成绩，想起多年前与某位亲戚的一场无谓争吵，甚至是担忧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这些积压在心底的焦虑、遗憾和担忧，就是心理上的黑斑地瓜。它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化作无形的兴奋剂，让您的神经末梢紧绷，把原本应该休息的身体重新拉回战斗状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再去看看那位香港首富的真实生活。作为掌舵千亿帝国的商业巨头，他每天要面对的决策压力、资金风险和人事纠纷，绝对是我们普通人的成千上万倍。如果按照常理，他应该是一个重度失眠患者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据他身边的人透露，这位老人数十年来睡眠质量一直出奇的好。他是怎么做到的？除了私人医生在饮食上的调理，更关键的是他为自己建立了一套极其强悍的心理防线和生活规律。第一道防线，用铁一般的规律给身体极大的安全感。无论前一天的应酬多晚，无论当下经历了多大的风波，这位老人多年来雷打不动地坚持一个作息：早晨5点59分准时起床。起床后，他会听一段早间新闻，然后去打1个半小时的高尔夫球。到了晚上睡觉前，无论多累，他都会坚持看一会儿书，然后再安然入睡。这种近乎刻板的规律，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是最高级的养生。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掌控感在不可避免的流失，身体机能的下降，社会身份的边缘化，都会让人潜意识里感到恐慌。而规律就是我们在无常岁月里为自己抛下的一枚定海神针。当您的身体习惯了每天早上6点在晨光中醒来去散步，习惯了每天晚上9点半泡脚看书，您的生物钟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会告诉您的神经系统，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非常安全，你可以彻底放松了。身体有了安全感，紧绷的神经才会松弛，深度的睡眠才会自然降临。第二道防线，心宽病自退。最好的安眠药是干净的良心与放下的智慧。在商界，
这位老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行事准则：如果一笔生意自己拿7分合理，拿8分也可以，那么他往往只拿6分，把剩下的利润让给合作伙伴。很多人觉得这是高深的商业手腕，但如果从养生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极高明的精力管理。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在白天为了蝇头小利与人针锋相对，算计别人，把每一分钱都赚尽，甚至不惜得罪所有的同行，那么到了晚上，他闭上眼睛的时候，脑子里必然充满了防备、算计和恐惧。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凡事留有余地，不亏欠别人，就是不亏欠自己的睡眠。对于我们普通的中老年人来说，虽然不需要在商海里博弈，但这个道理同样适用。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消耗，往往来自于对控制权的执念，总是想去干预儿女的婚姻和事业，总是对过去的某个错误耿耿于怀，总是和街坊邻居攀比退休金的多少。这些执念就像是一根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您的心死死地勒住。心不宽，气就不顺，气不顺，神就不安。最好的安眠药不是床头柜上的褪黑素，而是白天里没有亏心事，黑夜里没有烦心事。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学着做自己情绪的观察者，而不是受害者。儿女们有他们自己的路要走，即使跌倒了，那也是他们人生的必修课。您替他们焦虑，除了白白耗费自己的气血，改变不了任何结果。过去的恩怨就像是昨天的落叶，一阵风吹过就该让它散了，千万别把它扫进自己今天的卧室里。当您学会了在心理上做减法，把那些不属于您的重担卸下，您会发现，不仅心情变得豁然开朗，就连原本频频起夜的毛病、难以入眠的痛苦，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一大半。白天，我们通过一碗温润的地瓜粥，清空了肠胃里的负担；夜晚，我们通过一份豁达的心境，清空了思想里的包袱。这才是私人医生那份看似平淡的地瓜食疗法背后，真正想要传递的身心同调的养生大智慧。那么，当一位经历了近100年风雨洗礼的老者回望自己的一生时，他真正觉得最宝贵的资产到底是什么？我们作为普通人，又该如何从容地面对必将到来的衰老与平淡？我们马上将为您揭开这份留给岁月最好的礼物。前面我们明白了如何用3种聪明的吃法去温养脾胃、安抚夜尿，也懂得了如何避开3大饮食禁忌来守住身体的防线。更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这位9旬首富的极度自律，看到了高质量睡眠背后那份不亏欠、不纠缠的通透心境。当所有的道理都讲透，所有的干货都铺陈完毕，在这整篇长视频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不妨把目光从这些具体的方法论上移开，去聊一聊一个更为终极，也更触动每个中老年人心底的话题。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真正能留给自己、留给岁月的，到底是什么？对于那位缔造了1000亿商业帝国的老人来说，世人往往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庞大的家族信托、遍布全球的资产版图，以及那些数不清的荣誉头衔。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庞大的财富数字就是他留给后代最好的资产。但在长年累月陪伴他的私人医生眼里，或者在真正看透了岁月玄机的智者眼中，这一切的物质传承都比不上另一种无形的财富。那是一种面对衰老时的从容，一种不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的平静，以及一副不再折腾、顺应自然的健康身躯。很多普通的老朋友到了晚年，心里总有一道过不去的坎，总觉得大半辈子没攒下什么大钱，
没能给儿女买上大房子，没能给孙辈留下丰厚的教育基金，心里充满了愧疚。为了弥补这份愧疚，有的人即使身体已经发出了警报，依然在四处打零工贴补家用。有的人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生了病死扛着不去医院，或者盲目去买一些所谓能包治百病的廉价保健药。但其实儿女们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如山大，对于他们来说，父母能留给他们最好的礼物，绝对不是存折上的那几万块钱。父母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成为儿女的负担。试想一下，如果因为平时不注意饮食规律，有着性子大鱼大肉，或者为了省钱去吃那些带有黑斑的发霉地瓜，最后把身体拖垮了，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那一天的医疗费可能就会花掉您半辈子的积蓄，更会让儿女们放下工作，在病床前心力交瘁，疲于奔命。相反，如果您能像那位睿智的老者一样，听从科学的建议，每天在饮食中加上一块廉价但养人的地瓜；如果您能做到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守住不空腹、不过量的底线；如果您能在夜晚来临前，把白天的人我是非通通清空，换来一夜安稳的深睡眠，您的脸色是红润的，您的步态是稳健的，您的情绪是温和的。儿女们每次回家看到的是一个慈祥、健康、笑眯眯的老人，而不是一个每天愁眉苦脸、浑身病痛的患者。这难道不是您能留给这个家庭最大的福气和最丰厚的资产吗？真正的富有是到了晚年依然拥有能够独立吃下一碗粗粮粥的好胃口，和能够一觉睡到天明的好福气。回望这小小的一块地瓜，它长在泥土里，灰头土脸，没有华丽的外表，也没有昂贵的价格。它曾是无数老一辈人在饥荒年代赖以生存的救命粮，而如今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它又成了顶级富豪餐桌上的养生密码。这不仅仅是一种饮食结构的轮回，更是生命哲学的一种回归。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向往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向往山珍海味，向往轰轰烈烈。我们以为越贵的越好，越复杂的越高级。但当千帆过尽，人到晚年，身体的各种机能开始倒退，夜晚的清醒开始变多，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生命最底层的逻辑是如此的朴素：大道至简，万物归宗。最顶级的养生不需要家财万贯，不需要四处求医问药，它就藏在早晨的一缕阳光里，藏在雷打不动的规律作息里，藏在不过度饱食的克制里，也藏在对子女放手的智慧里。就像这位老者，当他卸下了一身的重担，不再过问商海的波澜，清晨醒来，没有了彻夜难眠的疲惫，也没有了频繁起夜的困扰。他或许会走到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渐渐升起的朝阳，然后静静地坐下来。在他的面前，没有名贵的燕窝鲍鱼，只有一碗冒着热气、熬得软糯香甜的地瓜小米粥。他拿起勺子，慢慢地喝下第一口，温热的粥顺着食道滑入胃里，带来一阵踏实的暖意。岁月在这个老人的身上最终沉淀下来的，不是金戈铁马的喧嚣，而是这份化繁为简，与时间握手言和的宁静。祝愿屏幕前的您，也能在往后的岁月里守住这份健康，吃得下粗茶淡饭，睡得了一个好觉，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平平安安，从从容容。